大家好，这里是才实说。我们今天聊一个极其硬核，甚至有点让人后背发凉的话题。过去几十年，我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东升西降，是亚洲世纪的到来。但是如果告诉你，一份来自美国顶级智库的最新报告，用海量的数据和图表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令人震惊的结论。在未来30年，整个东亚地区可能正在走向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消失，而美国却可能成为最终的躺赢者。这可不是我瞎说，更不是什么地摊文学。我手里拿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在2025年1月发布的重磅工作报告，标题叫《人口的力量与东亚的命运》The Power of Demography and the Fate of East Asia。 作者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特 Nikola Eberstadt。这份报告就像一台时间机器，它根据已经板上钉钉的人口数据，为我们描绘了直到2050年，也就是大约25年后，东亚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残酷未来。为什么我说它板上钉钉？因为25年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绝大多数今天已经出生了，所以这基本不是预测，而是剧透。今天这期内容信息量会非常非常大，我会带大家逐一拆解报告里的核心图表。相信我，看完之后，你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理解可能会被彻底颠覆。报告开篇就引用了据说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我们搞财经的都懂利滚利的威力有多恐怖，但作者说人口变化的规律和复利一模一样，它可以悄无息地在短短1-2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命运。而今天东亚地区正在上演的就是一场复利的奇迹，也就是持续的人口减少。我们先来看一张总览全局的图，这张图堪称整篇报告的龙骨。大家看，这条巨大的棕色山脉代表的是东亚地区，这里主要指我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我们的台湾地区的人口变化。从1950年到大约2020年，它经历了一次14级的飙升，从不到7亿暴涨到近17亿。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东亚奇迹的人口基础。但是请注意看 Today 这个节点之后，这座人口大山已经见顶了，它开始掉头向下，形成一个陡峭的下坡。报告预测，从2020年到2100年，东亚地区的人口将锐减 54%， 基本上是腰斩还不止。现在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平缓上升的蓝色曲线，这是美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报告预测，同期美国人口将继续增长 24%，一正一负，一加一减，一边是加速坠落，一边是缓慢爬升。这就是未来几十年我们所处世界最核心的人口背景板。这个剪刀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的平衡正在被彻底打破。你可能会问，历史上东亚也经历过人口减少，比如战争、饥荒。但报告强调，这一次完全不同。过去的每一次人口减少都是天灾人祸，是战争、瘟疫、饥荒这些天启四骑士带来的死亡，而这一次是在和平、繁荣、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报告用一张图给出了答案。各国净人口在生产率，大家看这条红色的虚线，数值是 1.0， 这叫世代更替水平。简单说，生育率要在这条线上，人口才能维持不增不减。现在我们来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曲线。日本早在70年代就跌破了红线，台湾地区和韩国80年代跌破，我们中国大陆90年代初跌破。从那以后，这些曲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向下俯冲。报告给出了2024年的预测数据，简直是触目惊心。日本比更替水平低了 41%， 我们大陆这边低了 53%， 台湾地区低了 59%， 韩国低了将近 64%。你没听错，负 64%， 这是人类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生育率水平。这是什么概念？以我们大陆这边负 53% 为例，意味着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下一代人的人数只有上一代人的一半不到。而韩国如果这个趋势持续2代人，今天每100个育龄女性2代后只会剩下13个，这已经不是减少了，这是坍塌。相比之下，你再看美国的曲线，虽然也跌破了红线，但只是低了 22%，趴在红线下面一点点，和东亚的自由落体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东亚这次面临的
不是一场由死亡驱动的灾难，而是一场由极低生育率驱动的深刻的长期的结构性的资源消亡。接下来是本期内容最震撼的部分。报告用未来的幽灵这个词，通过几张人口金字塔对比图，让我们身临其境的看一看2050年的东亚会是什么样。这张图非常直观，蓝色和橙色实心部分是2020年的中国大陆，而外面用线条勾勒出的轮廓是2050年的中国大陆。大家看到了什么？2050年的中国大陆，60岁以下的人口几乎每一个年龄段都比今天少了一大截，而60岁以上的人口却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特别是70岁、80岁甚至90岁的老人，数量会远远超过今天。整个金字塔的形状从一个相对健康的塔状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倒金字塔报告特别指出，2050年我们大陆25岁以上的人口结构基本已经定了，因为这些人现在都活着，除非发生天崩地裂的灾难，否则这个结果无法改变。如果说我们大陆的图还只是让人忧虑，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图就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他们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速度比我们大陆还要快得多。大家看这两张图，2050年的轮廓，底部急剧收缩，而顶部异常臃肿。报告里有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到2050年，台湾地区75岁以上的人口将比25岁以下的人口还要多，而韩国80岁以上的人口将比20岁以下的人口还要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吗？整个社会放眼望去白发苍苍，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了，这更像一个巨型的养老社区。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图，对比之下差异一目了然。2050年的美国轮廓相比2020年的美国，实心总人口是增长的，虽然30岁以下的年轻人略有减少，但整个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老龄化也在发生，但顶部扩张的程度远没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那么夸张。整个金字塔的形状从一个胖塔变成了一个更胖的柱状，结构非常稳固。这就是报告反复强调的美国例外论。在全球发达国家普遍老去的背景下，好了，看完了这些令人不安的图，我们来谈谈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报告从3个层面分析了其战略影响。第一个影响，经济引擎熄火，因为劳动力锐减，经济增长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就是劳动力。我们来看屏幕上的图，劳动年龄15到64岁人口的变化。我们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见顶，东亚整体也是如此，现在已经开始了漫长的下降。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大陆的劳动力将减少超过 20%， 日本更惨，要再减少 28%， 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将分别锐减 37% 和 39%。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经济体的发动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更要命的是另一个指标，叫人口抚养比，简单说就是多少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我们来看这张死亡交叉图。1990年的时候，也就是30多年前，我们大陆差不多是10个劳动者20到64岁抚养一个老人65岁以上。当时美国是最低的，大概6个养一个。然后奇迹发生了，东亚各国的曲线像瀑布一样向下飞泻。报告预测，到2050年情况将彻底反转，美国变成 2.4 个劳动者养一个老人，中国大陆只有 1.8 个养一个，日本和韩国更是低到惊人的 1.25 个养一个。这意味着几乎是一个年轻人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老人，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负担将重到无法想象。年轻人创造的财富还没来得及用于投资和创新，就先被庞大的养老开支吞噬了，这对于经济活力将是致命的打击。第二个影响报告用了一个词，叫老年海啸。从2020年到2050年，东亚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 2.6 亿飙升到 4.6 亿，接近翻倍。而增长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看图，这条代表我们大陆的曲线在2020年之后几乎是垂直拉升，到2050年，我们大陆8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是现在的4倍还多。这里报告提出了一个针对我们大陆的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未富先老。我们看图，这张图的横轴是65岁以上人口比例，纵轴是人均 GDP。大家看，
在老龄化程度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大陆的富裕程度、人均 GDP 都远远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意味着当老年海啸来临时，我们大陆的社会财富积累是不足的，应对起来会比其他东亚经济体困难得多。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家庭。我们都知道东亚社会有家庭养老的传统，但持续的低生育率正在摧毁家庭这个最后的安全网。报告给出了2个让人深思的数据图。第一张图，到2050年，我们大陆将近一半的60多岁的人自己至少还有一个在世的父母需要照顾，这意味着以老养老将成为常态。第二张图，亲戚网络正在崩溃。一个30多岁的大陆年轻人，他的堂表兄弟姐妹的数量在2020年到2050年间将暴跌 80%。这意味着当家庭遇到困难时，能伸出援手的亲戚网络几乎消失了。而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情况更极端，正在走向无纸化社会。报告引用了一张关于日本女性的预测图，显示1990年出生的日本女性将有近 40% 终身无子女，超过 50% 没有亲生孙辈，一个没有后代的社会如何运转？这简直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情节。第3个影响是消失的冰原。最后，我们来看最直接、最硬的影响：军事。军队的基础是年轻人。报告专门分析了18到23岁男性病原人口的变化。我们直接看对比图，棕色线是东亚，蓝色线是美国。很明显，东亚的病原人口在经历2次高峰后，正在断崖式下跌。而美国的病原人口虽然在未来也可能见顶，但基本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报告把这个病原数量做了相对化处理。来看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大家看一下屏幕。这张图的信息量极大。在1990年，我们大陆适龄病原男性的数量是美国的7倍 700%， 这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资源优势。但从那以后，这个比例就一路下跌，到2020年已经降到了不足4倍，而报告预测到2050年，这个数值将跌到不足2倍，不到 200%。我们大陆的兵源优势相对于美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稀释。更要命的是质的变化。报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概念，独生子女解放军。由于长期普遍的低生育率，未来我们大陆的兵员将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这带来一个巨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支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其伤亡承受能力到底有多高？在儒家文化圈里，一个家庭的血脉断绝是天大的事。当大规模的伤亡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绝后，这会对未来的军事决策和国民士气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回答但又必须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伙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的兵源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也在急剧萎缩。这意味着他们在安全上将越来越依赖美国，而自身能贡献的力量却越来越小。好了，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拆解了这份关于东亚未来的天机报告。总结下，在人口这个最底层的逻辑上，东亚地区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由极低生育率驱动的长期的结构性危机，这导致劳动力萎缩、经济引擎熄火、社会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家庭结构趋于崩溃以及军事潜力相对下降。而在这场巨变中，美国虽然自身也面临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但相比之下其人口结构要健康得多，从而在地缘政治的长跑中获得了巨大的不对称的优势。当然，人口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科技、制度、文化都很重要，但是人是一切的基础。当承载这一切的人口结构发生如此剧烈的、不可逆转的塌陷时，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关于东升西降的宏大叙事。未来30年，东亚面临的可能不是高歌猛进的亚洲世纪，而是一场极其艰难的如何应对集体变老和变少的严峻挑战。今天的内容可能有些沉重，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看清未来的挑战是应对挑战的第一步。你可以看到，现在东亚在移民政策和生育政策上正逐步优化，但是速度还是太慢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对于东亚的未来，你是否也感到担忧，或者你认为还有破局的希望？我们评论区见，这里是才实说，我们下期再见。